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阿德知道问题是不多了。他感觉雨中还掺杂着很大的冰雹，这绝对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事。现在的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个可以让他藏身。正当他跑到半山腰时，他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岩石缝隙，并且这里的大小完全可以让他躲进去。看情况，这场雨可能不会很快停止，而且他感觉身体有些冷，他认为自己可能快要失温了。假如在这百里无人的荒原中失温，那就是最致命的事情。所以他决定先利用这天然的岩石当作保护，在里面先取暖，等身体暖和起来后，再决定下一步的打算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雨，那你就在评论区里吱一声，或者打出来一个雨伞的表情。据说高级一点的设备打出来的雨伞表情都带有雨滴，我的就没有。我想看看都有谁和我的雨伞一样。看样子这场雨还会持续很久，而且他感觉夜晚很有可能会迎来更大的暴雨。于是阿德决定利用这天然的缝隙建造庇护所，等明天彻底天晴再继续出发。他现在要利用能找到的碎石给庇护所建造墙体。由于巨石缝隙很大，他要搭建出一个小一点空间，这样才能让热量更容易保存。虽然现在已经是夏季，但中伯利亚的昼夜温差很大，夜晚还是会很冷。听着外面的雷声慢慢远去，阿德感觉这场雨可能快要停止了，但是今夜一定会迎来更大的暴雨。现在他必须要加快建造速度，在天黑之前将庇护所建造完成。他利用了巨石的拐角处，在两侧搭建出墙体，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。而为了晚上的入住能更加温暖，他还需在门口搭建出石槽。现在他身体很潮湿，不过当门口的石灶点燃后，他会将吹过来的冷风变成暖气，再送入庇护所，让他住在里面就能感觉到持续吹进来的热风。之后他在庇护所里铺上了一层松柏叶，这东西能让他隔绝掉地面上大部分的寒冷空气。中伯利亚的夜晚来得很快，现在的天已经快黑了，并且此时的温度也在迅速下降。听着由远至近的雷声响起，阿德感觉今夜迎来的降雨会比白天更大。不过现在的他并不担心，他在庇护所里铺上了睡袋。阿德认为躲在这块巨石里，就算是冰雹夹杂18级的暴风，也不会对他的庇护所有任何的影响。之后他从背包里拿出来了一盒豆子罐头，放在石灶上加热，配合着一块面饼，这就是他今夜的晚餐了。筋道的面饼配合着软糯的豆子，他感觉非常美。和他预想的一样，雷声又再次的响起，并且雨中掺杂着大冰雹一起降。不过现在的阿德没有任何的担心，万吨的巨石为他提供了非常完美的掩体，而在巨石内，他亲手搭建出的庇护所让他充满了安全感。门口的石灶在持续为他提供着暖气，虽然外面雷雨交加，但阿德在庇护所里感觉非常舒服。可能是这几天他太累了，刚躺下没一会儿，他就直接睡着了。